我们先讲肌少的定义啦。第一个肌肉的量变少，第二个叫做肌肉的表现变差。通常我会跟老人家讲说，一个红绿灯，绿灯你开始走，然后你到了红灯走不过去，应该你就是太慢了。那最近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叫做小腿围，就是圈你那个小腿肚最粗的地方。如果圈不起来是好的，我圈不起来啊，恭喜你。可是我萝卜腿啊，圈得起来就代表你的肌肉可能不够。哦，所以萝卜腿是好的。对，因为有肌肉。我们人都是到中年以后，差不多30岁到70岁，平均是每10年掉8%，70岁以后每10年会掉15%。有研究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光运动，肌肉可以长这样；然后你如果说运动加蛋白质，肌肉可以长这样。如果你光吃蛋白质不运动，基本上只能长这样。OK， 跟那个完全没有吃的是一样的。是。好，所以光吃蛋白质不太会长肉。好，欢迎您收看《健康大前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您知道吗？今年2025年，我们台湾已经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每5个人里头有1个人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那面对未来我们这样子的社会形态，你如果现在50岁或者40岁，可能还是要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健康的老去，或者是准备好要进入老年生活了呢？今天为您请到的是台大医院北护分院的院长詹鼎正医师，医师好。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为什么要叫我来不是因为我是院长啦因为我是老人科的医生这样子。是算是一个新的科别吗？相对比较新啊，不过在台湾至少也20几年了这样子。老人医学这个科目是有一点包括预防或者是一个整合的医学科学。我们的想法应该是这样，我们看的就是老年人叫做全人就是这个人。那不管你有什么病大部分老人家他可能就糖尿病看糖尿病科，然后这个骨质疏松看骨质疏松科，因为老人家如果这样看，他可能1个礼拜就要看5、6个医生嘛，所以我们这个科就叫全人医疗，就是说，你把它当做小儿科的翻版，小孩子也只看1个医生嘛，所以我们希望老人家也只看1个医生，就跑出老人医学这样的科，这样子。我们刚刚提到台湾现在进入超高龄社会我们的邻近的日本、南韩其实也是这样，没错。那对于你们在医学界，是不是一个新的挑战，或者是一个新的领域还是你们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一块？以前有个统计了这我们做的在台大医院好了当老年人差不多10% 的时候，他会差不多用掉30% 的医疗资源。那你可以想象，现在老人家是差不多20%，所以差不多超过1半或甚至更多的医疗资源会老人家用掉所以大部分人会希望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让大家变更健康。那你的这个医疗资源也好，或长照的资源也好，那你当然就会用的越来越少。这当然不是说为了钱，而是说我们希望所有人平均余命活得越老越好，而且不健康的平均余命越短越好，对不对？所以你要做到这样，当然很多事情我们就要从前面开始，从完全没生病开始。那如果接下来你可能要打疫苗啊，干嘛那接下来呢，你可能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如果真的不小心有这个残障了那你可能要用什么辅具啦用什么复健啦让你变得更健康那如果这样子，你才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往前推老人家就会变得更健康。所以换句话就是说怎么样健康的老去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没错。所以这一集不管你是老人家，你50岁甚至40岁，可能都要关心。没错。那这个概念是我们都说老年人65岁开始，对。可是你要造成什么疾病，绝对不是65岁那一天才忽然造成这个疾病，就突然，不用代际嘛，所以你一定是，譬如说我从40岁、30岁开始很肥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有人他可能就从20岁开始工作，因为什么师，那每天要工作，那每天这样吃，本来50公斤好了，到了50岁就变80公斤，那你可以想象他应该就会有三高。然后呢，到了60岁左右，三高没有好好控制，也没去看医生，结果他可能就中风了。那他70岁左右，是不是长照啦或什么他都要进来？所以我们反过来说，那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也要去注重自己的身体。前一阵子我有帮忙，就是看一下国外的书，那它的概念也是这样，就是你所有的预防都越做越早越好。他说，假设你要在80岁的那一天，你还可以爬阿尔卑斯山因为他们没有玉山那你就要在多少岁以前就要开始做什么准备？因为你要80岁能爬玉山，你的体能势必要比平常人好多少，对不对？所以你这个练习其实要
练得比人家早很多。你到了这个80岁，你才能做什么事情？那我们也是跟大家呼吁嘛，哈，所以我现在差不多50几嘛，哈，所以如果我现在没有很努力的做件事，我可能到70、80岁啊，我的体力就不行啦，哈。那我们刚才讲说，不管是肌少症啊，或什么骨质疏松症啊，或什么三高啦，那这些就会跑来，哈，就可以预期，对，就可以预期。那刚刚医师讲到说，80岁还能够爬阿尔卑斯山，对。那台湾假设80岁还能够爬玉山，没错，我们几岁就要做准备？不是说你一定要很早，你就算65岁开始也不迟哦，因为有些东西是要循序渐进，你只要慢慢练，慢慢练嘛，哈。那最近不是最有名的都什么世壮运，对不对？哈，谁的阿公，对不对？哈，他就是譬如说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开始养生，就有在运动，所以他的体能90岁还是可以去比赛嘛，哈。那我们也讲说，同样2个人同样的年纪，有好好在做运动、顾身体的，跟这个75岁没有在顾身体的，那2个人站起来一看就是完全不一样的2个人，好。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大家要有一个警觉性哦，就是不要让生活哈，所以就说哦，我在看看电视啊，就干嘛干嘛好，然后就过去了这样子。那怎么样检测自己老化的速度啊？严格讲没有一个很好的指标，说你到底有没有老得比别人快了哈。那当然科学家有想去模拟说做一些指数，但是没有一个哪一套是所有人都觉得啊放诸四海皆准可以做的。但是反过来，我们可以想的是说，到底怎么样子的生活形态，如果你这样做，应该就会比别人相对健康，这样相对年轻，好，相对健康年轻。所以第一个大家都说不要抽烟嘛，哈。对。第二个，以前是说适量饮酒，可最近有越来越多资料说，其实酒真的没那么好，可以不喝就尽量不要喝。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一定要均衡饮食，类似像地中海饮食，这里面蔬果是很重要哈。简单一点叫3少跟3多，就盐巴少一点，糖少一点，反式脂肪酸少一点。好，那我们鱼要多一点，杂食多一点，就是五谷杂粮。好，那我刚才讲蔬果要多一点。好，这些很基本的东西。再来的话呢，你的睡眠，好，以前不知道睡眠那么重要，好，现在觉得说睡眠其实很重要。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半夜会熬夜，好，现在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你到了某个年纪以上，你会发现哦，你如果真的没有好好睡，其实对健康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好，所以睡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再来心情，你要保持怎么样的正念，一个很好的心情，好，这也是有一些方法。那最后大家最重要还是运动。这个运动就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如果现在去问什么 WHO 的标准，就告诉你说最好一个礼拜有3次50分钟以上的运动，而且要中等又剧烈嘛。但是这种人都会觉得很困难嘛，所以你至少譬如说这个尽量不要开车啊，尽量走路。好，我们做詹院长就没有在开车，对，我们就坐捷运嘛，坐公车嘛。所以你是刻意不开车？某种程度啦，因为像我每天啦因为就坐捷运坐公车，然后去干嘛跑来跑去，大致上每天就可以差不多8000到1万步啦。好，那你就用闲暇的时间来不是真的很运动的运动啦，因为也是太忙哈。可是如果真的有空像我一个学弟他每天早上起床，他是用那个脚踏车模拟器，他那种脚踏车是可以虚拟看到一个风景。对，而且它是可以 training 的，比如说我今天要繁华赛那他就有繁华赛的那个登山怎么倒对，好，对不对？好，然后他就每天要先练半个小时，是，然后才出门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说你至少要有足够的运动了。虽然他只小我7、8岁，对不对？可是你如果没有问他，大家都以为只有30几岁这样。真的假的？真的7、8岁感觉上就是差了。看起来像差了20岁，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比较年轻，不见得是医美的功能，对，而是他很早就做一个抗老的准备。刚刚詹医师提到的这些都是抗老的生活守则，吃得健康、运动，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熬夜，听起来耳熟能详。对，但是我们认真问了，好，不然你就问，在座这边的比较年轻的有做到的举手嘛，有做到的举手嘛，对不对？哈，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家人爸爸妈妈跟你讲说，不要熬夜啊，不要吃辣的，不要吃烧烤，你完全不会听。那到什么阶段你才会说，差不多啊？几件事情可能会让你比较有感，比如说你自己生了一个相对大的病，或者是你的家人因什么什么而住院，那你自己就会有感。通常都是这样，通常是这样子。所以通常一定要有一个大变化，你会觉得原来
健康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子。所以自己感同身受啦，哦，就是你的健康可能受到侵蚀，或是你的家人受到健康上的威胁，你才会有这个起心动念去做。不过我们提到肌少症啊，我刚刚讲到骨松还有肌少哦，可能都是某种老化的指标。可是现在有很多40几岁，可能50岁，maybe 更年轻，他就肌少了，这个怎么？我们先讲肌少的定义啦哈。肌少就是第一个肌肉的量变少。第二个叫做肌肉的表现变差。那表现最简单的方法是有一个东西叫握力器，然后你就握一下，好，然后看那数字多少，通常我以前跟老人家讲说，你要怎么样觉得你开始变有问题，就比如说一个红绿灯，绿灯你开始走，对，然后你到了红灯走不过去。可是每个地方的秒数不一样他都有算过。你正常的人，绿灯开始走，如果到了红灯你还走不过去，应该你就是太慢了。了解，因为比较远的，他可能就给你90秒慢慢走。是。所以你如果真的绿灯开始走，红灯走不过去的，那个可能就太慢了嘛。你还没有到，已经变灯了，就表示你的可能肌肉有问题，太慢了。好，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你看手的力量有没有办法？你就是，比如说扭毛巾啊，扭不干啊，或者是那种爱滋味花瓜。可是那个有时候真的打不开就是如果真的打不开，这可能就是代表你的力量。这种有问题的，你就可以来找医生。那最近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叫做小腿围，就是圈你那个小腿肚最粗的地方。如果圈不起来是好的，我圈不起来。恭喜你。可是我萝卜腿啊。对，但是如果圈得起来的，对，圈得起来就代表你的肌肉可能不够。所以萝卜腿是好的。对，因为有肌肉。是这样那如果是要学理根据这个我们荣总的陈亮公教授啦他们就做了一个切点，就有个皮尺，女生要大于33公分，男生要大于34公分，那这样是健康的，小于这个数字就比较不好。这是一个蛮简单的筛检。那至于说你说那个握力嘛，那也有亚洲人的数字啦。男生就是要大于28公斤是好的，小于28公斤是不好的。女生要大于18公斤，小于18公斤是不好的。然后呢，我们刚才走路的速度嘛，我们也希望说每1秒钟要能够大于1公尺是好的，小于1公尺是不好的。这是一些很简单的检测方法。如果说里头有好几项你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可能你就是肌少。没错。然后你到了医院之后，除了有一些测量之外，可能最重要的是要测你的肌肉量。那肌肉量通常有2个机器可以测，那一个机器就是身体组成分析，就是你把它握着2个电极，然后测个2分钟3分钟，然后它有个分析表。然后另外一种东西是那个测骨质密度的那台机器，那台机器可以做全身的身体组成。那它除了给你肌肉量以外，也可以给你肥肉量，所以蛮细的。那医生就可以给你一些建议，这样子。关于肌肉流失这件事情刚才医师讲了一些检测的基本的一个态度那大概几岁开始会变得比较明显？什么样的族群你可能要特别注意？大致上是这样这个骨质疏松跟肌少症很像。我们人都是到中年以后会到一个高峰，之后就会慢慢掉。原则上呢，我们有说差不多30岁到70岁，平均是每10年掉8%。然后呢，70岁以后每10年会掉15%。如果你什么事都不做，每天坐着，它就会肌肉会掉下去，这样子。所以就是大家就是以年龄为最大的一个分别啦。那另外呢，这个肌少症对健康到底有什么影响？那大家可以想象你肌肉不见了，所以你就比较容易跌倒那跌倒容易骨头断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肌肉，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它是一个很重要免疫的功能，所以呢肌肉真的掉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容易感染。然后这个除了年纪的关系，还有跟营养相关，所以有时候肌肉不好代表是营养不好。所以像这些人容易住院然后呢容易去护理之家，容易死亡率变高，那你也可能有很多的这个 healthcare 我们说这个花的钱会变多这些都是比较不好的生活品质也会变差。所以跟营养有很大的相关。那吃素的人呢？不完全。所谓的肌少症需要的是蛋白质，对，跟运动，对，所以呢，如果你素的里面有足够蛋白质也是够的，但是后面强调还是那个运动。有研究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光运动，肌肉可以长这样，然后你如果说运动加蛋白质，肌肉可以长这样。如果你光吃蛋白质不运动，基本上只能长这样。OK， 那跟那个完全没有吃的是一样的。是，所以光吃蛋白质不太会长肉。对。
因为刚刚医师提到这个运动是很重要的嘛，那您自己也都用走路啊，来代替，可能就是增加你的运动量。那所以有些人就说光靠走路就可以增加肌肉，这是对的吗？其实不完全正确，因为呢，如果你真的要长肌肉，它其实要做阻力训练，就是我们讲的那种重量训练，好。所以呢，我们如果在走路的过程中，可能还是要爬点楼梯，像比如说捷运嘛，你要从上面到下面，你总是要爬楼梯嘛， OK， 所以你的肌肉才会稍微长一点点。你如果全部都走平度，不太会。好，比如说你要走那个斜坡，这样你总是还是会有一点点。好，所以认真讲，就是你如果没有那个阻力训练，那个是长不起来的。好，可是反过来，如果你好好的做重量训练，是一个破坏再建设的概念。所有的阻力训练都要先造成肌肉的一点纤维的伤害，所以会痛，大家会酸嘛，会痛嘛，会怎么样嘛？对，一定要这样才会有点效果。所以我们强烈建议的是说，你真的要好好做，可能是用物理治疗师，可能真的去找运动教练也好。那我最近也常常跟这个老人家讲说，与其把钱全部留给孙子，那你不如就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就去买个这个课，尤其什么核心肌群训练，一个礼拜可能做个1次到2次，然后真的把这个身体校正好。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说人会酸痛，很多时候其实不是真的说我哪边什么关节出问题或什么，它其实就是肌肉跟姿势不对。OK。好，那你如果真的就是好好的把它训练一下，然后肌肉姿势矫正，很多的痛止痛药什么都可以少吃。因为很多老人家都会说，再挺一下挺，有时候有可能并不是他的关节有问题，没有，它其实就是肌肉的问题而已。他可能是长期的姿势不良，所以可能要对自己好一点，可以花一点钱。因为如果你没有请教练自己练，有时候可能会受伤，而且一受伤之后，伤筋动骨100天，肌肉一受伤，它花很多时间去修复，但修复的过程中，你就会很难去动。对，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说应该要稍微爱自己一点，爱自己一点，对，要爱自己多一点。那刚刚提到饮食，医师有说吃素不见得就不能长肌肉，可是每一餐都要有蛋白质吗？是的，一定要有。我们希望蛋白质是这样，如果你为了不要肌少症老人家肾脏没有不好的时候，每1公斤的体重应该要1.2克的蛋白质 ，OK， 而且要平均分3餐，因为这是蛋白质有吸收的极限。你如果比如说晚上吃很多，结果它超过极限就排走了。OK， 早上我们很少吃嘛，对，大家可能只是馒头，只是什么，所以早上不吃，你又吸收不够，这样，所以3餐都要有，要分散，要分散。OK， 那另外呢，刚刚已经讲了，如果你已经有肌少症了，譬如说我训练啦、重训啊，多久才能恢复？会比你想象的久，就是长肌肉可能大部分要3个月到半年。所以就是持之以恒的运动，然后好好吃蛋白质，那你可能可以把肌肉慢慢的长回来。但是训练真的是有效的。我们可以看到说80、90岁的老人家，如果你好好的训练，其实你的功能可以恢复到某种程度。我们还是不要讲说你就可以健步如飞啦，爬玉山。对，但是你要爬玉山那种人，一定是蛮年轻的时候开始做了。你不要说一个都已经那个刚从医院回来的，你刚刚说半年后你可以爬玉山，这个应该就是在骗人。是。OK， 今天非常谢谢詹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要避免你老了之后你的生活品质不好，今天这一集你就要好好的再温习。非常谢谢詹医师，好，我们下个礼拜5再见，拜拜。谢谢。